各位好，欢迎来到227家，我是大宇。近几年相机的价格越来越奇怪啊，像这种微单啊，现在这很多比较古早的机型不但没有降价，反而保持着几年前的价格，或者甚至比几年前还贵啊。连我2016年买的这台卡片机啊，佳能的 G7X2，我当时买的时候3000多。现在卖二手居然还能卖3000多，现在新的居然在京东上要卖到这个价钱。那新发布的这些消费级的相机更是价格起飞啊，甚至说1万多的价格都买不到。我就想说，是不是有一个很廉价的、很有性价比的解决方案就能解决摄影这件事情呢？或者想要入坑相机的人又没有什么钱啊，那难道就不能享受这个摄影的乐趣了吗？于是我就看了很多这个 UP 主的推荐啊，买了这样的一个相机啊，是尼康的D5200啊，这是一台2012年的单反相机，它是有反光板的这种单反相机。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样片啊，解析力来说还是很符合这个2400万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吊车这里是明显有紫边。再看下一张。这张是用 f1.8 拍的特写，这个细节处啊还是很符合这个相机的特征啊，包括它的虚化是很自然的这种虚化啊，所有的边缘它整体上还是比手机要强啊，有一些色散。再看这张是在外滩随便拍摄的一张，100%放大看解析力还可以图像稍微有一点肉，但我相信这是镜头的问题就这个相机来说还是可以使用的，虚化是比手机要强一些的只是色散很明显，那色散很有可能是镜头的问题看这个摄像头这上面这个秀字都拍摄的清清楚楚，它的解析力也就是这个样子，这里也是郊外。再看另一张我们看一下它的解析力怎么样也还可以吧。总的来说还是对得起它这个相机的身份，如果有更长焦的镜头可能会更好一些。看这里还是拍得很清楚的，这个相机的2400万像素还是非常的够看的，数字都是看得清楚的。看这里这个人在干什么，这里以船员式这个牌子都拍得很清楚，这两个都是船员式。这里看看有什么字这里放了个手电筒都看到了。画面边缘的解析力我觉得整个相机的水平还是处在一个完全可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吧。手机在这种大蓝的这种虚化会没有那么自然，像这些位置就会产生一些穿帮，但是相机因为它纯是这种光学的虚化，就没有手机的那种问题。这小东西看看这些细节还都完全拍出来，郊外的这种虚化也还可以。车这个就很明显能拍出，这里是有紫边，这个紫边很明显，包括这个字看这张我们看这个树叶有没有紫边，这个紫边还是很明显的。最后看这张人像，这是我自己放大看真的不行老了，这个老人拍的这样的一张照片，所以在杂乱之处呢，它还是有这种比较好的虚化。反正如果是用来拍照的话，你觉得可以吗？如果可以，你就继续往下看。这个机器单机加上这个套头是花了1500块钱，我自己又给它配了这枚35 f1.8G 和一支腾龙的1750 2.8的，这3颗镜头都是支持自动对焦的这一点使用体验还不错这个机器的对焦的速度还是可以。我再介绍一下这个机身呢，它是一个2400万像素的这样的一个传感器，它还可以拍1080p 的视频。那它能拍视频呢，它还有这么个翻转屏这个翻转屏跟这个 A74 上面几乎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点不足，就翻转屏有点老化了，照片还是很明显的有一些暗角。那把它这样收回来这就是典型单反的样子，这样拍照还挺好用的。39点的自动对焦系统，这个机器的高感是不如微单的，1600以上就已经不太可用了，噪点已经起飞了，连拍能做到5张每秒。它支持单卡槽的 SD 卡，有一个 HDMI 的接口 ，Mac 接口，自带了一个闪光灯。这段时间呢，我发现一言难尽。它因为可换镜头嘛，那我建议大家呢，尽量是换原厂的镜头，因为其实它原厂的镜头现在二手的也是在贵非常的便宜。如果换副厂的话，我只用了副厂的腾龙我觉得这个镜头不怎么好，对焦的声音巨大对焦的速度呢也不如原厂的快。本来这个相机拍视频，它的追焦能力就几乎就没有，对焦又慢。如果再换上副厂镜头呢，绝对是雪上加霜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拍一个视频。
我用的最好用的呢是这枚35 1.8，本来我也想给收一个这个50 1.8G 的但是那个镜头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所以我就一直也没有收，而且那个镜头价格也稍微有点贵哈，我觉得这个镜头就不应该再比机身贵嘛，所以这个几百块的镜头我是推荐这个35 1.8的，它在这个 APS-C 的机身上就等效这个50毫米 f 1.8，等效光圈的事儿，回头我再单独做个视频说一下，会做详细的对比的试验。觉得这个机器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电池非常的耐用，可能是因为单反相机它光学取景的关系，每一块电池都能用1天这么久，甚至它剩1格电的时候还能用半天多，就心里一点都不发虚啊。这就是一个充电器加一个电池的体积啊，就这么大啊。这个电池是一个第三方的电池，这是我买机器的时候卖家送我的。这个充电器就很有年代感的这种产品，这个品牌我不认识，叫做助魅优配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出品 ，Made in China 啊。就这个充电器特别像那种过去的手机那种座充啊，配这个电池充电，一会儿就充满了，速度还挺快，大概1个多小时可能都用不了，这个电池就能用1天。那如果带一个充电器，带2块电池出去啊，基本上这个电的问题你就不用担心了啊。但是我说的是正常使用这个相机拍照啊，如果使它录像啊，那这个电池就不是特别抗用，而且录像的体验不好嘛。这个机器不是也有翻转屏吗？那如果你想把它翻过来看着你自己录像啊，那真的我可能要说声抱歉哈。反光板首先周起来开始录像，假定我现在开始录像，已经开始录了，它对焦又慢，测光也不准。等会儿我现在测不上光，反正真的这个东西啊，又十分的费电。录出来的像呢，因为它没有防抖，它可能全靠镜头的防抖，好像我这个镜头也都不带防抖。这样录出来的东西呢，真的是十分的不行啊！而且它又是一个1080p 30帧的录像，把反光板抬起来这样使用的话，那它就换了一台相机，它的对焦速度啊，整体上就完全没有办法使用了，比手动对焦还慢。所以如果要真想拿它录像的话，我觉得还是算了，因为它录像是完全不如手机的，所以这个不推荐大家使用哈。即便是你用它照相呢，它也有很大的不足，比如仰拍或者俯拍啊，或者你要很低的机位啊，我们就习惯用这个翻转屏取景，就这样拍的，就俯拍的嘛。那这个机器呢，虽然它也有翻转屏，但是你用翻转屏取景的时候对焦非常的慢，所以就导致你没有办法使用像微单一样去使用这个功能，那就是翻转屏对焦奇慢啊。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如果你使用它的翻转屏对焦的话，那它耗电也会非常的大。那这2块电池可能就用不了多一会儿。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翻转屏的问题啊，我这个翻转屏就有屏幕老化的暗角，因为这个 LCD 屏可能都有这种通病。那你换一下呢，找配件呢，这个年代的机器也不是特别的好找。缺点还没说完，它没有防抖，高感又差，所以这个相机它就只适合特别好的孩子用。所谓的好孩子呢，天黑就回家啊，你就天亮的时候用就好了。那天黑的时候呢，你就要非常小心的使用，可能用这种长曝光的方式啊，尽量固定的拍照啊。它比我之前用的 ZE-1高感都要差，它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就跟索尼这种6300这种高感就没有办法比，它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无论是照片还是视频啊，如果你用自动模式的话，或者一些什么光圈优先、速度优先模式，如果你没有设置好的，它真的是不如现在的手机。视频就不用说了嘛，手机肯定吊打它，手机现在都能拍8K 了，是吧？它拍个1080p 还不是60帧的，还是个1080p 25帧和这个30帧的视频啊，这个就没什么意思。所以它毕竟12年了，12年前可能1080p 是很高级的功能了，它是唯一适合一种人，想要好好学习摄影，并且想要耐着心把照片拍好的这样的人，就这么一捏捏的人，但凡是有点取悦自己的需求，就不要跟他较那个劲，因为你就是在拿捏你自己，你知道吗？这个太痛苦了，就没有必要。我是想给我儿子学，我想让他条件尽量苛刻点，就要掌握每一个参数，每次都用手动模式去拍，不管是曝光还是焦距啊、对焦啊，都要自己控制好啊。这样的，只有你抱着这种心理、这种学习的态度去买这个相机，我认为才是有意义的。因为你确实需要调节那么多东西。那说到调节呢，我又得吐槽，
这个机器啊，因为它是 APS-C 的比较入门一档的消费级的相机，它的操作不是特别的直接，它就不如像我之前用富士那种直接就可以用波轮调节各种曝光哈，前后波轮调啊，这个光圈也在镜头上，这个 ISO 啊，包括快门速度都可以用这个波轮来调节，非常的方便啊。但是这个相机呢，大家看看啊，我把它先调到 M 档，按这个按钮拨啊，这是调光圈，看到吧？按着这个按钮拨这个，这是调光圈。那不按这个按钮拨这个呢，调快门，你再用个自动 ISO 吧，或者那再调 ISO， 那 ISO 又只能进菜单，在这菜单里面再调节，这就非常的费劲。大家看到没有？你曝光3要素你调一调嘛，失去了那种尼康给我原来的那些印象，像什么 D850是吧？调光非常方便啊，几下就解决，让人很不爽啊。它就是单反给人那种对焦的感觉啊！记得往前个10年左右，不到10年，往前个7、8年，很多人干活还是用这个尼康的 D800、D850，大家还觉得单反是比微单更可靠的这个干活的装备，而且也抗造。这尼康这机器确实是抗造啊，这个机器也给人这种工程塑料这种抗造的感觉。这个是尼康特有的，现在的微单有点比不过它，感觉这个机身比它要更娇贵一些，特别像索尼的这些，感觉那当然跟它这种质感，这是没法比的。这个感觉真的是抗造，这样感觉就没那么抗造。说回那个话题，以前呢我们都觉得拿单反拍照比较专业啊，就 D800、D850那个年代啊，我们单位啊，我们出去做活动啊，大多数都是用这种相机拍照片啊，包括佳能那个叫 EDX2。再往前，大概2008年，我们用的是5D2，对，08年5D2。所以现在你看，我们相机上这个5D2是第一个支持录视频的这种单反相机嘛。所以当年为了给它拓展成拍摄视频可以加各种配件，所以我们就把这种配件叫兔龙。那现在就沿用下来，现在索尼机身上这些东西我们也叫兔龙，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这是一个故事。而一直用单反来拍照，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微单的呢？我特别有个感触，其实单反相对来说，你如果不熟悉一个品牌，或者没有怎么接触过相机的小白啊，它用起来真的是没有现在的微单这么方便。我就说同样的级别这种家庭用的相机，现在的微单真的是太方便了，你拿过来直接就可以用这种自动模式或者人像模式或者 AI 对焦，就可以拍出各种看起来挺有质感或者是很虚化的有糖水的这种照片。但是当年你如果用单反想要拍出这些照片呢，你多少还是要对单反相机有一些了解，还是要明白啊佳能啊尼康这些东西都怎么用的，所以你才能拍出来。老相机的性能太差了嘛，它性能差，而且普遍的比较低端的性能就更差，小白用户能接触到的可能很多也是比较低端的，就导致大家造成了一个单反相机比较难用啊，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就会觉得好像拍照是个很专业的事儿啊，需要一定的知识和练习啊。事实也是啊，这些过去的单反它需要一定的对光的了解，对摄影的了解，这些知识还有一些经验吧，一些训练才能用好。但现在的微单呢就不太需要了。所以我前面拍一个视频，还有人说我你连键盘档都不会用，是吧？普通人值不值得买啊？我认为是不值得，因为从费用来说呢，我觉得投资在这个东西上啊，你一个定焦加上这个机器和一个狗头啊，这一套东西下来怎么也得2000块钱。那这2000块钱呢，我认为更有性价比的做法，你加到手机上，你买一个呢以拍照为卖点的手机。比如你手机的预算是5000，那你就买个7000，这个手机拍起来是比它好的。你像这种影像为卖点的手机，它的手动模式拍照也其实是可以学习这些摄影知识的啊，但是你又能获得一个更好的这种影像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普通人来说更有性价比的、更容易出好照片的一个选择，而不是把2000块钱浪费在这个相机上。你如果想要拿个相机让人觉得你很厉害很牛啊，我觉得这个相机也不合适，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很少有人在用单反，现在基本都是用微单了。如果像我一样想要给初学摄影者来用，我也是不推荐。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学摄影啊，最重要的是构图和色彩，这个技术啊
你用多高的 ISO 啊，开多大的光圈啊，或者调多快的快门啊，我觉得现在不太构成摄影作品好坏的因素了因为如果一定说构成的话，我觉得光圈和快门可能还算，但是 ISO 真的是无所谓了。现在自动解决高 ISO 降噪的问题啊，已经机器做的非常的好，我觉得它比人做的还好。老用户的习惯就是你会尽量调低 ISO， 增大光圈，或者看虚化来调光圈，来调一个合理的快门速度，就是安全快门。那现在这套的操作逻辑慢慢的被更先进的系统取代了。比如说你可以用更慢的快门，因为现在可能相机的防抖等级变高了，那你也可以用高的 ISO 值，因为现在芯片的高感提高了非常多。像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可能12800的高感啊，拍视频完全都没什么噪点啊，所以你快门速度就没有那么需要注意了，除非你想要拍那种特殊的这种运动摄影的效果。所以我觉得用这种老旧的相机去学摄影呢，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在这些没必要的事情上。我觉得现在学摄影更重要的，真的就是色彩和构图，那些发现美的感觉啊。我就有过这种经历，我那个摄影师朋友，他就以前用一个什么 iPod Touch。拍出来的照片，它就比我用相机拍出来的还好看，就在手机上看的话，所以你看，发现美的眼光更重要嘛。所以用它来学摄影，莫不如就真的用 iPod Touch 或者用手机了，是吧？那我觉得，如果从技术上来说，唯一它有用的是什么？找一个这种带防抖的啊，长焦的，巨便宜，几百块钱的这种，这个315毫米，你看它这狗头还带防抖，拍出来虽然 f6.3 啊，但是还挺轻便的，是吧？这一套，我出去旅游啊，拍这一套，再拿着手机就可以了，就解决了。所以，如果你并说想要买个便宜点的 APS-C 的话，像我这个6300，这就现在性价比不太高，但我觉得 A6000嘛，就是这个系列配这样一个索尼的这个55210的长焦镜头，再用手机这两个出去旅游就可以解决了。如果你买尼康的话，因为尼康我知道它有一个18300的这样 APS-C 的旅行的镜头。我觉得那个镜头你也可以考虑，如果你用到这个上面的话，你也是一镜走天下嘛。如果总体的价位是在2500左右的话，我认为这个还是有性价比的，它还是比手机要强的拍一些远处的东西，当然也只能拍照片它就不如索尼的那些还可以拍一些视频。最后还得给大家避几个坑，这个相机它没有 WiFi 很多这种网上有卖这种 WiFi 卡我这个有这么一个这种 WiFi 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 WiFi 卡，这个 WiFi 卡千万不能买，因为这个 WiFi 卡它非常的难用，它这个 WiFi 信号不是特别好。现在这种插手机的 Type-C 口的读卡器非常的便宜，你买一个那读卡器往手机上一插，几分钟就导入了。WiFi 卡最便宜的可能也要，反正比普通卡贵，就是像这32G 的普通卡，我估计100来块钱。你现在256G 才多少钱，是吧？我之前做过一个节目，就说这个1寸底的相机它不如手机好用。那现在呢，我就再大胆的下一个结论，这种老的单反相机也不如手机好用。你信不信？改天我再做个视频来对比一下它俩的画质。那我相信10年以后呢，如果手机能达到 A7IV 的这种拍照效果的话，那真的我就再也不会想什么用什么相机，是吧？其实不用 A7IV 能达到这个相机，2016年吧，2016年到现在也8年了，是吧？能达到8年前的 APS-C 的比较好一点的这种 X Pro 系列的拍照效果的话，我觉得我也愿意用手机。改天我也把它俩对比一下，对吧？最后希望有一天能打败 A7IV， 大家加油！如果你看到这儿呢，就帮我点个赞，点个关注，谢谢你，我是大宇，再见。